这树下有金镯子。是啊，主人。既然招财猫说这树下有宝物，那我挖开看看。啊，有东西！真的有东西！这是金镯子，这看着值不少银子。你真的是招财猫，那我赚钱就不成问题了，我能给我娘买药治病了。喂，臭猫，你给我站住！那是我好不容易才逮到的鱼，别跑，站住！你是不是也很久没有吃东西了？那这条小鱼给你，不过你得把那条大鱼还给我。那条大鱼我还得给我娘熬汤喝呢。为感谢救命之恩，本招财猫就认你当主人了。本喵可以带主人找到值钱的宝物。什么东西在说话？主人，是我。招财猫，你真的能帮我招财吗？当然啦，跟我走吧。主人，宝物的气息就在这里。招财猫，你是说这树下有宝物？这树下有金镯子？是啊，主人。既然招财猫说这树下有宝物，那我挖开看看。啊，有东西！真的有东西！这是金镯子，这看着值不少银子啊！你真的是招财猫，那我赚钱就不成问题了，我能给我娘买药治病了。这是什么？主人，我这是在吸收宝物上的财气，等吸收足够的财气之后，我就可以升级变得更厉害了。还能升级呢？当然了。主人，我要休息了，等你需要我的时候再叫我出来吧。这招财猫还能变成吊坠呢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那以后有了这招财猫，我以后赚钱就再也不成问题了。明天我就把这手镯拿到镇上的当铺去卖了。你这乞丐是想当东西还是赎东西啊？我们这儿可不收破烂啊！你这乞丐来我们当铺干嘛？我们这儿可不收破烂啊！我是来当东西的。当东西？掌柜，怎么跟顾客说话呢？姑娘，你想要当什么东西？他一个乞丐，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？哎，金镯子！哎呦，这个金镯子看起来年代久远，但是品相保存完整。姑娘，你怎么想起来把它给当了呀？我娘她生病了，着急用钱抓药。您看看这镯子能值多少钱？这个金镯子分量不是很重，而且啊，边缘也有磨损。我这儿啊，最多只能给你30两。招财猫，如果这镯子实际价值更高，你就叫一声。果然，这掌柜的一定是以为我不懂行，想压这手镯的价。掌柜的，你这报价未免也太不公道了吧？那姑娘，你说这值多少钱？招财猫，我现在就开始报价。若是到了镯子真正的价值，你就叫一声，40两，45两，50两。看他样子，应该也不知道这镯子值多少钱。50两。老板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那我就只能把这个镯子拿到别的当铺去卖了。姑娘，看来呀，你是个懂行的，50两就50两。常威，快拿银子。成交。姑娘，以后啊，再有好东西啊，随时来找我，给你的价格绝对公道。没问题。
有了这50两银子，就能给娘抓药治病了。招财猫，有你在，娘的病一定能好起来。掌柜的，看看这个宝贝值多少钱？主人，我闻到了宝贝的气息。掌柜的，你帮我看看这个宝贝值多少钱？宝贝？哼，你这破木盒烧火我都嫌费劲，你还想拿来当钱？吃馒头撑着脑子了？你个乞丐，别在这碍眼，当我们做生意了啊！走走走。掌柜的，你再好好看看吧，换几文银子也成啊！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爱去哪儿去哪儿啊！别在这胡搅蛮缠，想请我打断你腿啊！走走走，走走，快滚！切！招财猫说他闻到宝物的气息，看来这盒子里有宝物啊！真是晦气，本以为是个宝物，没想到是个废物，连个包子都换不了。哎，等等！你这盒子1两银子卖不卖？卖，1两银子够我吃1个月的饭了。给。多谢姑娘，你真是好人。你这盒子我要了。多谢姑娘，祝你好人有好报，祝你发大财啊！这盒子看着普普通通的，这入手也沉甸甸的，表面却看不出什么端倪。招财猫，宝贝是不是藏在这个盒子里啊？喵，这里面确实有件宝贝。那咱们抓紧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把这盒子打开看看，把这宝贝给取出来。这盒子也没有看到有机关，怎么打开啊？哎，在盒子的底部。哎，有机关！这机关看着也太小了，这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到。招财猫，还好有你在，把它给弄出来。哇塞！喵，开关在这里。招财猫，还好有你在。哇！是翡翠耳坠，通体翠绿，看着也没有一丝杂质。这看起来可是比我们的金镯子要值不少钱啊！回福源当铺当掉换钱。哎，姑娘，你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？刚才我忘记还有个别的东西没有当掉。你们掌柜的在不在？啊，在呢。掌柜的，刚才来当金镯子的姑娘又来了，说还有东西要当。哎，来了来了！哎呀，姑娘，这才一会儿功夫，又有好物件了。他一个乞丐，能弄了一只金镯子，已经是给财神爷烧高香了，哪会有这么多宝贝呀？哼！一对翡翠耳坠。他一个乞丐，能弄了一只金镯子，已经是给财神爷烧高香了，哪会有这么多宝贝呀？哼！一对翡翠耳坠。哎呦，这是老坑翡翠耳坠，颜色均匀，再加上这纯银打造的挂钩，这精湛的缠枝莲花雕刻，绝对是好物件啊！掌柜的，那我这翡翠耳坠能当多少银子啊？姑娘，你也是懂行的，我就不绕弯子了。这一对耳坠我可以给你100两银子。看来掌柜的这次没有压价，成交。朝威，给银子。哎，多谢掌柜的。一天就赚了150两，
等招财猫升级之后，就能找到更值钱的宝物，赚更多的银子。先去药铺给娘买药，拜拜。慢走啊，姑娘。徐掌柜，哟，是江姑娘，是来给你娘抓药的吗？徐掌柜，我娘的病，您这里有没有好一些的药材？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病，多少银子我都可以。哎呀，江姑娘，您娘的病是积劳成疾，再加上风寒，入体日久，损伤了根本，这气血两虚的厉害，寻常的药材只能暂缓症状，想要根治，需要一味主药，100年的人参。哎呀，江姑娘啊，你娘的病是积劳成疾，要是想根治，得需要100年的人参。100年人参啊，徐掌柜，那您药铺里有吗？我有银子。哎呀，江姑娘，这100年人参极为珍贵，别说我这济世堂没有，就咱们整个镇子上怕是都没有啊。没有。徐掌柜，你有没有别的办法？只要能够治好我娘的病，多少银子我都可以。哎呀，不是我不愿意帮这个忙，实在是这100年人参是对症的关键，没了它，别的药材治标不治本，你娘的病再拖下去会越来越严重的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以为我赚够了银子，就能治好我娘的病。招财猫，你能帮我找个100年人参吗？当然可以啦，跟我走。看来真的有办法。就在这里。真的是100年人参。真的是100年人参。招财猫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主人，我吸收了足够的财气，现在已经升到2级状态了。升级啦！嘿，招财猫，但是升级以后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变得更强了，能保护主人，还能帮主人寻找价值5000两以内的宝物。真的？招财猫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现在找到100年人参了，那我娘的病很快就能好起来了。跟我来。难道前面还有宝物？2级之后的宝物光芒颜色都变了。这是灵芝，而且看起来好像是个千年灵芝。这看着也不算太高，应该能爬得上去。真的是灵芝，招财猫，我摘到了！招财猫，你怎么变大了？招财猫，你怎么变大了？只要主人遇到危险，我就能变大，保护主人，不让主人受到一点伤害。吊坠变成银色的了，看来这是升级后的效果。招财猫，刚才幸好有你在，要不然我可就遇到危险了。这灵芝摔坏了，可就卖不了钱了。我现在就去找徐掌柜，看看娘能不能用上。如果用不上的话，兴许还能卖个好价钱。徐掌柜，我这里……哎呀，徐掌柜呀，我母亲病情危急，需要灵芝入药，不知你这儿可有啊？哎呀，秦老爷呀，这灵芝极为稀少，我这药铺实在是无能为力呀，只能到京城药铺
去碰碰运气。我已经差人去了呀，可我母亲的病情已经情况危急呀，这，哎呀！徐掌柜，我刚刚得到一株灵芝，不知道是否符合秦老爷的需要。姑娘说的可是真的？你若真的有灵芝，我愿重金酬谢。哎呦！哎呦！这可是千年灵芝啊！据说能活死人、肉白骨。江姑娘，你竟然找到如此稀世珍宝！秦老爷，这灵芝定能救下令堂的命啊！哎呦，姑娘，这灵芝我200两要了，还请您割爱呀！您先起来。徐掌柜，这灵芝与我娘的病情有异吗？江姑娘，人参重在补气，灵芝则是安神。灵芝与你母亲只能算作补药，无法根治。我可以差人去京城帮你寻人参。江姑娘，这位是秦府的秦子瑜，秦老爷。秦老爷为人正直，若是江姑娘愿意将灵芝卖给秦老爷，也算是救人一命呐。只要这灵芝能够帮到秦老爷，我自然是愿意卖给您的。哎呦，那多谢江姑娘。来人，给我拿银两来。江姑娘，这是200两银子，还请您收好，真是太感谢了。那希望我这灵芝可以帮到秦老爷。哎呦，江姑娘大恩大德，秦某人没齿难忘。哦，对了，我这就差人帮你选上等的药材给令堂，还请江姑娘赏脸，明日到府上去坐坐。上等的药材一定对母亲身体有益。那就多谢秦老爷了。我明日便派人来请秦姑娘。哎呦，多谢多谢。找到了百年人参，还赚了350两银子，先回家给母亲用药。娘，喝了这百年人参熬的汤药，你很快就能好起来的。婉琪啊，这百年人参得花不少钱吧？你没做傻事儿吧？娘，您看，最近我挣了不少银子，以后能给您买更好的药。婉琪啊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银子啊？娘，前2天我在山上挖了个千年人参，我把它卖了，才赚了那么多银子呢。你放心，以后我还会赚更多的钱。对了，娘，我给你买了身新衣服，以后你就在家安心养病。好孩子，真是苦了你了。明天就去秦府，又能给娘带一些好药材回来了。都慢点抬，当心点，别碰到旁边大花盆。这破屏风留着也没什么用，把它扔到柴房旁边烧掉啊！去吧。管家，哎，我看这屏风虽然破损，但材质似乎不错，不知道您能不能卖给我呀？哦，你就是今日来府上做客的江姑娘吧？哈哈，你要这破屏风干什么呀？这绢布也撕裂了，框架也断了，你拿回去也没用啊。我看这木材纹路还挺不错的，我想买回去当个摆件。这老爷，江姑娘若是喜欢屏风，我府里有更上等的，有紫檀木、酸枝木，江姑娘任选。江姑娘何必执着于这个破的呢？是啊，多谢老爷好意，只是我刚好就喜欢这个。既然江姑娘喜欢，只管拿去，谈钱就太见外了。光芒是从屏风夹层里透出来的，得拆开才行。多谢老爷，只是能劳烦下人帮我把这屏风拆开吗？听江姑娘的，打开。打开，打开。
这屏风里果然藏着宝物。哎呦，这屏风的夹层里居然有东西啊！这笔法精湛，墨色淡浓相宜。哎呀，这是《寒江独钓图》啊！传闻这幅画早已失传，没想到竟然在屏风的夹层里找到了。秦老爷，那这画……既然这幅画是在这屏风找到的，这幅画自然就是江姑娘的。只是这《寒江独钓图》极为珍贵，我有一位酷爱收藏书画的朋友，不知道江姑娘是否愿意将这幅画卖给我？我给你出500两。没问题。哎呦，江姑娘真是爽快人呐！管家，拿钱。我备着呢。江姑娘，你收下。谢谢老爷。江姑娘，你不必客气。若不是你啊，这幅画或许就被我给扔了。也多亏了你啊，为我找到了千年灵芝，救了我母亲的命。我正愁没机会报答你。哦，对了，管家。老爷，药来了。江姑娘，这些都是给令堂准备的上等药材，有当归、黄芪、鹿茸等等，都是养气补血的佳品，或许对令郎的身体恢复有好处。多谢老爷，这份恩情我记下了。哎呀，江姑娘言重了，你救了我母亲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秦某人只要能帮得上忙绝对义不容辞。午膳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？已经准备好了来，请。江姑娘，这些都是一些家常菜，来尝尝看，合不合胃口？多谢秦老爷款待。来，秦老爷，不知令堂服用了千年灵芝之后，病情可有好转？哎呦，托江姑娘的福啊！家母服用了千年灵芝之后，当晚就安稳睡了一觉。第二天醒来气色也好多了，这咳嗽也轻了不少。那便好。现在已经赚了800多两银子，娘的病需要好好调养，家里的茅草屋子又冷又湿，是时候买个宽敞明亮的宅子，让娘舒心养身体了。秦老爷，我想买一个清静的宅子，给我娘养病。您人脉广，不知是否认识些卖家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刚好知道有几处要卖的宅子。这第一处嘛，在正中心的富贵巷，是个3进院，有5间正房，4间偏房，家具都是现成的上等木料，出行极为方便。房主开价1500两银子。镇中心人多，难免嘈杂。我想找个清静点的宅子，适合他养病。也是。第二处在东市附近的祥和街，是个2进宅院，房主急着搬去京城，只要700两银子即可。这第三处嘛，就在柳子巷的尽头，位置确实有些偏僻，是个小宅院。招财猫，是不是这第3处宅子里有宝贝？是的，主人。秦老爷，第3处宅子虽然位置偏了点儿，但胜在清静，非常适合我娘养病。秦老爷，方便引荐下宅主吗？江姑娘，您确定要选第3处宅子吗？之前说那2处条件可比这处好不少尤其是这第1处，地理位置极佳，日后想转手也方便。我选房子主要是为了我娘，清静比什么都重要。至于地段嘛，我平时很少出门，不打紧。哎呀，既然这样，江姑娘喜欢，那咱就第3处宅子。
这第3处宅子的房主啊，叫王老汉，我也认识，为人忠厚，也不耍滑头。管家，把王老汉给请过来，就说姑娘要买他的宅子，快去。是，老爷。来。招财猫，若能顺利买下宅子，娘的病会越来越好，我们还能去找宝贝。老爷，王老汉来了。哎呦，王老伯啊，这辛苦你跑一趟啊！这位是江晚清江姑娘，想去看看你的宅子，你们聊聊价。哎，秦老爷客气了，我现在就可以带江姑娘去看。那就多谢王老伯了。哎，无妨无妨，请。这里有3间正房，2间偏房，还有一小间厨房和柴房。屋里的家具都是我当年亲手打造的，虽然不怎么名贵，但也结实耐用。姑娘如果不嫌弃，都可以留下。王老伯，这房子正合我心意，不知您想卖多少银子呢？这当初盖的时候花了我不少心思，这些年也一直在打理。如果姑娘真心想买的话，我就给个实在价，300两银子。好，300两银子成交。王老伯，这是银票，您收好。哎，好，这是房契，和钥匙啊。那以后这宅子就是你的了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太好了，这房子以后就是我们的啦。招财猫，娘能够在这么清静的地方养病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没想到这里竟然还藏着宝物啊！竟然挖到了！哇，居然是和田貔貅！听闻这和田的料子极为珍贵，我看这做工还挺精致的，应该值不少钱。嘿，招财猫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怎么走到哪儿都能找到宝物啊？接下来我们就找秦老爷，他认识珠宝商这么多，肯定能卖个好价格。江姑娘，杜兄是京城有名的珠宝商，他一定会给你最公道的价格。这块和田玉的籽料啊，质地纯净，油脂感十足。这貔貅刻的也是栩栩如生，刀工精湛，是件不可多得的珍品。杜兄，那这挂件儿你觉得能值多少银子？700两，江姑娘觉得如何？700两银子可以，多谢杜掌柜。这是700两银票，江姑娘收好。江姑娘可真是位奇才呀！先前能在山林中找到千年灵芝，那已经是万中无一的机缘。如今又能找到这顶级的和田玉貔貅，这运气和眼光真是旁人难及呀！秦老板，您过奖了。我呀，只不过就是运气好罢了，没你说的这么厉害。哎，不必自谦，有时候这运气好呀，它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不瞒二位，这次来到镇上，一是有生意需要处理，有件事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，今日见了江姑娘，倒是让我生出了几分希望。杜兄有难事，不妨说来，大伙听听。杜老板，您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尽量帮忙。京城的晋安侯夫人，想必二位有所耳闻吧？她的千金下个月就要过生辰了。这个侯夫人呐，对千金宠爱有加，想寻一块极品翡翠为千金做生辰礼。
这单生意想必对杜兄十分的重要了。侯夫人许诺，只要能找到合心意的极品翡翠，不仅会给出重金收购，而且日后还会将侯府的珠宝生意优先交给寻得翡翠之人。这京城里的珠宝商啊，都挤破了头想争取这个机会。我也不例外。难怪杜兄会如此急切，这极品翡翠确实是可遇不可求。可不是嘛！我派了不少人手，找遍了附近的大小城镇和原始产地，找了1个多月，别说极品翡翠了，连个上品翡翠都很难见到。如今离侯小姐的生辰只剩半个月，若是再找不到，这机会可就白白错过了。极品翡翠如此稀有，杜兄都无能为力，看来是没什么办法了。刚才听闻江姑娘有于此机缘，说不定她能找到合适的极品翡翠呀。招财猫现在能找到价值5000两的宝物，所以极品翡翠应该能找到。杜掌柜，那这翡翠有什么具体要求呢？要求是通体翠绿，毫无杂质，水头还要十足。要是姑娘你能找到，我愿意出1500两银子。看来有戏呀！没问题，董老板，到时候我要是找到这翡翠，我就来秦府找您。哎呀，那就多谢杜姑娘了。杜姑娘有什么用得着杜某的地方，您尽管说话。这院子看着荒废很久了。招财猫，你确定这里面有极品翡翠？这真的有宝物啊！哇！我的天哪！这就是传说中的极品翡翠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简直就像一块活的玉石。这翡翠一定能够让杜掌柜满意，1500两银子到手啦！哎呀，来了，快坐快坐。江姑娘，你找着了吗？哎呀，江姑娘可是找到了，快让我看看。掌柜的，您看看，这个是不是您要的翡翠？哎呀，这简直是神品啊！通体帝王绿，毫无杂质，质地细腻，水头足的都能捏出水来，这简直比晋安侯夫人要求的还要好啊！真的是太好了！哎呀，江姑娘果然是个奇人呐！哎呀，这成色我还是第一次见呢，还真没想到，真的让江姑娘给找着了。杜掌柜，您满意就好。哦，说好的1500两，江姑娘收好。江姑娘，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，要不是你呀，我就错失良机了。以后有用得着杜某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我记下了，杜掌柜，以后随时找您。嘿，今日我就先告辞了。好，慢走。招财猫，距离你上次升级，还是我们找百年人参的时候，是不是又快升级啦？最近你可是吸收了不少财力啊！现阶段，如果我们找到更值钱的宝物，你是不是很快就能升级啦？是的。这边不是。那这边呢？也不是。那这儿？就是这边。招财猫，你果然是来报恩的。招财猫，你是说
这枯木里面有宝物，可是这树看着都要枯死了，这树皮都掉了，这里面能有什么宝物啊？不管怎么样，挖开看看就知道了。有招财猫在，肯定不会出错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看着像木头，还那么重，闻起来还挺香的。主人，这是奇木沉香，是沉香里的极品，超级值钱的。奇木沉香，我好像听说过，1两沉香1两金，看来这东西应该很值钱啦。招财猫，你越来越厉害了。我们去找徐掌柜问问，这奇木沉香应该值不少钱吧？哎，江姑娘来了，今日来是给令堂抓药吗？徐掌柜，您看这个。哎呦！啊，这可是奇楠沉香啊，而且还这么大一块儿。哎呦，这足足有3斤重。江姑娘，您这是从哪里找到的？我是在镇外的山林里偶然遇到的。我知道徐掌柜您是行家，所以我特地拿来让您瞧瞧。这可是极品奇楠沉香，你看这油脂饱满温润，香气醇厚持久，没有一丝杂味。这样成色的奇楠沉香，我这辈子也没见过几次呀。徐掌柜，那您收吗？哎呀，收，当然收了。这奇楠沉香不仅是名贵药材，而且还是文玩珍品，这达官贵人呐，都趋之若鹜啊。这样，我给2000两银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就按徐掌柜说的，2000两。好嘞，你稍等，我这就给你取。江姑娘，这是2000两银票。哎，对了，另外我有一瓶预制的汤药，是京城太师院苏大夫配制的，专门调理气血、固本培元，对令堂的病大有裨益呀。徐掌柜，那您这药还有吗？我用银子买。江姑娘，这苏大夫可是京城的名医呀，只为这达官贵人诊治，这汤药可是千金难求啊！我也是侥幸才抓了一副。那就多谢徐掌柜了。您放心，徐掌柜，以后有能用得到我的地方，您尽管开口。哎，对了，江姑娘，这汤药需要每日清晨空腹服1勺，连续服7日，效果会更明显。多谢徐掌柜告知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娘，这汤药你也喝了3、4日了，您觉得效果怎么样？这汤药喝下去，浑身都暖暖的，之前胸口发闷的感觉都减轻了不少。果然，徐掌柜说的没错。只是这药只有1瓶了，得想办法找到苏大夫才行。江姑娘，今日冒昧登门，没有打扰你吧？你们聊，不打扰了。杜掌柜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请坐。好。江姑娘，今日冒昧登门，是有一件急事想拜托你。上次你帮我找了一件极品翡翠，让我成功搭上了靖安侯府的线。这次我想请你再帮我找另一件宝贝。
杜掌柜，请讲，只要我能帮得到的地方，一定尽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枚龙凤呈祥玉佩，是前朝皇室之物。玉佩通体白玉，上面雕刻着龙凤呈祥的图案，极具收藏价值，有祈福纳祥之意。这玉佩造型精美，而且龙凤雕刻得栩栩如生。杜掌柜，您是想让我找这个吗？是晋王殿下正在寻找这枚玉佩，若是能找到这枚玉佩献给晋王，不仅能得到丰厚的赏赐，还能被晋王另眼相待。我愿意出3000两银子收购这枚玉佩。姑娘，你可有兴趣？3000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，而且若是能攀上晋王，说不定能让他引荐苏大夫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尽力找到。只不过，杜掌柜，您是否认识京城的苏大夫？苏大夫？可是苏锦元苏大夫啊，他可是京城数1数2的人物。不过他向来只给达官贵人看病，普通人根本见不到。是这样的，我娘喝了他配制的御用汤药，效果很好。我想带我娘去京城亲自拜访苏大夫，可是我不认识他，您是否能够帮我引荐一下？江姑娘，莫要着急。若是你能找到龙凤呈祥玉佩，定能讨得晋王欢心。晋王殿下素来敬重名医，只要他开口，苏大夫肯定会给这面子。好，我到时候一定尽力寻找这枚龙凤呈祥玉佩，还望杜掌柜信守承诺，帮我引荐晋王殿下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只要是能找到龙凤呈祥玉佩，一定帮你促成此事。若是有任何线索，可以到镇上的悦来客栈来找我。多谢掌柜。那我就不打扰江姑娘了。招财猫，你能不能带我去找到这个玉佩？喵，当然可以啦。招财猫，这地方这么阴森，你确定玉佩真的在这附近吗？你等等我！有了！这就是龙凤呈祥玉佩啊！这也太精美了吧！主人，我升级了，现在是3级状态。3级状态是什么？可以和主人短暂合体，合体后主人的武力值会大幅提升，之后就能帮主人寻找价值5万两以内的宝物了。合体5万两，听起来就很厉害。你找到什么宝贝了？全部交出来！我什么都没有找到，你们快让开！我们可是赫赫有名的盗墓贼，劝你赶紧把宝贝交出来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就算没有宝贝，把你身上的银子交出来，这样还能饶你一命。感觉有一股力量涌遍全身。今天我就饶你们一命，以后再敢作恶，我定会杀了你们。女侠饶命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还不快滚！刚才真是有惊无险，招财猫，要不是有你在，我刚才就被他们给杀了。
明天一早，我们就把这枚玉佩交给杜掌柜，早日见到靖王，就能让苏大夫给娘治病了。杜掌柜，我可算找到您了。哎，江姑娘，玉佩你找到了吗？我当然找着啦。哎呀，这真的是前朝的龙凤呈祥玉佩呀，质地温润，雕刻精湛，毫无瑕疵。有了这枚玉佩呀，我一定能得到靖王殿下的重用，以后在京城的生意啊就好做了。那就提前祝贺杜掌柜啦。哎，对，这是3000两银票，你收好。多谢杜掌柜。啊，杜掌柜，引荐靖王的事情，您可得给我挂在心上啊。江姑娘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打探到，靖王殿下3日后会举办生辰宴，我已经为你递了名帖，届时我们一同前去。太好了，多谢杜掌柜，3日后见。3天后就是靖王殿下的生辰了，那我总不能空着手去吧？可这一时半会儿，我又不知道准备什么贺礼啊！招财猫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呀？放心吧，主人，宝物就在西山那边。招财猫找到宝物肯定不一般，定是能让靖王殿下满意。好，这水潭这么深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没事，有招财猫在，怕什么？看来这3级宝物的光芒是蓝色的啊！这光芒是从水潭底部散发出来的，看来宝物就在这潭底了。夜明珠哎，这么大，这看着至少有7寸了。这夜明珠可以啊，把它当做靖王寿宴的贺礼，那再合适不过啦。这位姑娘看着面生啊，衣服穿的虽然还算得体，但看着怕是哪个小商户的女儿吧？哎呀，也不知道走了什么门路，竟然能参加靖王殿下的寿宴。李御史说的是啊，说不定啊是跟着哪位富商来蹭宴的。靖王殿下到！祝殿下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诸位快快免礼。靖王殿下，草民杜明献上前朝龙凤呈祥玉佩，祝殿下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一个龙凤呈祥玉佩！杜掌柜有心了。杜掌柜果然大手笔啊！只是不知这位姑娘献上什么奇珍异宝，可别拿一些垃圾脏了殿下的眼。陛下，民女江婉清特献上夜明珠1枚，祝陛下福寿双全，康乐永年。哦，这是7寸夜明珠，通体银白，光芒柔和，毫无杂质，确实是稀世珍宝啊！江姑娘，这礼物太过厚重了。这一定是假的。靖王殿下，方才草民所献的玉佩，也是托江姑娘帮忙找到的，想来这夜明珠也不会错。李御史，休得无礼！
江姑娘能送出如此重宝，足见其诚心。况且江姑娘胆识过人，寻回了龙凤玉佩，是有功之人，岂容你妄自菲薄？臣知错了，求王爷饶命。起来吧。哎，以后说话行事要三思而后行，切勿妄加揣测他人。江姑娘，这夜明珠太过贵重，本王不能白收，就赏你白银5000两，再赐你绸缎10匹，算是回礼了。多谢殿下赏赐，只是民女还有一事。民女的母亲积劳成疾，民女斗胆恳请殿下引荐苏景然苏大夫为民女的母亲治病。难得你有如此孝心。苏景然医术高明，本王这就给你写一封信。这是本王的亲笔书信，你带着信去京城苏府，苏景然他定会为你母亲好好医治。多谢殿下，殿下的大恩大德，民女没齿难忘。不必多礼。日后若是在京城遇到什么困难，可以差人到我府上送信于我。多谢殿下。哎呦，恭喜江姑娘，贺喜江姑娘，得殿下如此赏识，日后定能一帆风顺呐！贺喜贺喜啊！是啊是啊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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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明日就启程，带母亲去京城。这就是京城吗？真热闹啊！对，娘，咱们先在这里住下，等咱们安顿好了，我找人去请苏大夫。好，娘都听你的。走，我们先进去休息。江晚清见过苏大夫，劳烦苏大夫亲自前来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江姑娘不必多礼，靖王殿下特意写信，老夫当然要亲自来一趟了。这位就是令堂吧？正是。有劳苏大夫了。夫人不必客气，我这就为您诊脉。苏大夫，我娘怎么样了？夫人的病除了用珍稀药材慢慢调理之外，还需要专人照顾呀。苏大夫，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病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一般的名贵药材，京城里面都能买得到，只是还缺少一味最珍贵的药材。此药名为血玉髓，它能赔本固元，加速夫人身体的恢复。不过，我这里也没有啊。血玉髓，我从未听说过这种药材。苏大夫，哪里能够找到？我这里有张图样，姑娘可以先看一看。这就是血玉髓的图样，它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玉石，传说藏在那人迹罕至的地方。惭愧呀，我久寻了这么多年，一无所获呀。血玉髓，苏大夫，如果能够找到血玉髓，你是不是就能治好我娘的病？当然，只要能找到血玉髓，再配上我写的药方，夫人的病不出半年，保证康复。那就有劳大夫了，我一定能找到血玉髓，还请苏大夫您得亲自来帮我娘诊治。姑娘这么笃定，肯定有自己的方法。这血玉髓嘛，其实夫人看病只需要一小块，若江小姐还有剩余的，我愿出1万两银子买下。苏大夫放心，我一定找到血玉髓。对了，这是我给苏夫人写的药方，你按照药方给夫人抓药，我每隔3日会来复诊一次。多谢苏大夫。那苏某就先告辞了。对了，江小姐，如果你有血玉髓的消息，一定第一时间来苏府找我呀。苏大夫放心。告辞。
刚刚招财猫的反应，一定是知道哪里有血玉髓。娘，您先好好休息，我去给你抓药。万事小心。哎。果然，宝物都藏在这么阴森森的地方。哎呀，血玉髓到底在哪儿啊？找到了，血玉髓一定在里面。哇，和苏大夫说的一样，这就是能治好我娘的血玉髓。怎么会有这么多蛇？招财猫，快合体！感觉身体都轻盈很多了呀！哼！以现在的身手，逃出去不成问题。就是现在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还好蛇群没有追过来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，幸好有你，血玉髓也完好无损。走吧，咱们回客栈。明天一早我就把血玉髓交给苏大夫，让他给我娘配药。苏大夫，哎，江姑娘，你这是寻找血玉髓遇到什么困难了？没有，苏大夫，我找到血玉髓了。哦，哎呀，老夫高家苦寻半年都无果，没想到不出半日，你竟然就找到了。哎呀，我看看，苏大夫，您看看是不是您要找的血玉髓？没错，这就是血玉髓啊，质地湿润，颜色纯正，这可是上等的血玉髓啊！哎呦，江姑娘，靖王殿下说江姑娘是个奇人，看来此言不虚呀。苏大夫，不知道这块血玉髓够不够用啊？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再去想办法找的。江姑娘不要急，这血玉髓呢是做药引之用，用不了那么多，这些呢足够了。太好了，那就有劳苏大夫了。这是1万两银票，你收着，剩下的血玉髓我买了。苏大夫，您给我娘治病，我就已经很感谢了。这钱……哎呀，你要知道，这血玉髓可是极其难寻呐。你肯把剩下的玉髓卖给老夫，我已经非常荣幸了。这银子呀，你务必要收下。那我就多谢苏大夫了。哎，对了，这是凝神玉髓，不但有安神静心的功效，而且对夫人的病情有好处。这个玉髓啊，就送给你了啊，拿着。啊，苏大夫，您辛苦的给我娘治病，现在还送给我这么珍贵的玉髓，我不能要。哎，拿着，江姑娘不必客气，你帮我找到了血玉髓，已经是帮了老夫大忙了。这些啊，都是你应得的。哎，对了，以后啊，夫人的病症我来负责，直到她痊愈，而且诊费分文不收。啊，就这么定了。我现在就去准备药材，稍后啊，跟您一起给夫人看诊。哎，招财猫，遇见你之后，我和我娘的日子越来越好了。江姑娘，咱走。啊，苏大夫请。苏景然，站住！站住！沈夫人，不知您找在下有何要事啊？我问你，传闻中能滋养气血、驻颜养容的凤凰血玉，你是不是能弄到？我给你15000两银子，你去给我找来。沈夫人，这凤凰血玉乃是世间奇珍，传说中只存在于极寒之地，我从来没见过呀。
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3日之内，这凤凰血玉必须送到我的府上，否则你这苏氏药馆就别想在京城开下去了。沈夫人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凤凰血玉极为罕见，不是3天就能找到的。您就饶了我吧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这沈夫人也太跋扈了，凤凰血玉哪是说找就能找到的？再被沈夫人这么闹下去，怕是要耽误给娘看诊，我得想想办法呀。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是不会听话了。来人，把他的药箱给我砸了，再去他的药店给我闹腾一番，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住手！哪儿来的野丫头？再不躲开，我连你一起打！夫人，您好，我是苏大夫的朋友江晚清，您想要凤凰血玉是吧？我可以帮您找，但是我有2个条件。哟，你能找到？好啊，什么条件？说来听听。第一，您必须支付15000两银子作为报酬。第二，以后不可以再为难苏大夫，若是我3天之内找不到，我任由您处置。好，没问题，条件我可以答应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3日之内，如果你找不到凤凰血玉，不仅苏大夫的药馆开不下去，你也要给我蹲大牢受罚。夫人您放心，3天之内我定给您答复，带着凤凰血玉去神府找您。我们走。哎，江姑娘，你可知道那凤凰血玉极其难寻呐，3天之内根本不可能找到，你这是自找麻烦呐。苏大夫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您先去客栈给我娘看诊，凤凰血玉的事交给我吧。不就是凤凰血玉，有招财猫在，一定能找到。行吧，江姑娘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如果真找不到，我再去找那沈夫人。你别看她性格张扬跋扈，其实啊，也不是什么大恶人。走吧。招财猫，带我去找凤凰血玉。没想到这山里面还有这么清凉的地方。招财猫，你确定这凤凰血玉会在这里吗？那走吧。哇，这就是凤凰血玉，这入手居然是温热的，那看来丝毫不受周围寒气的影响。果然是凤凰血玉，名不虚传呐。招财猫，看来你也快升级了，走吧，赶在天黑之前赶紧下山吧。哟，这不是那位大言不惭的姑娘吗？3天时间到了，你是找到凤凰血玉了，还是准备去蹲大牢啊？哎，江姑娘，若是找不到，我们再跟沈夫人求求情。沈夫人，您可以先看过之后再下结论。哎，我看看，哎呦，这是真的凤凰血玉呀！这质地温润，颜色纯正，嘿，还有股淡淡的清香。没错，这就是真正的凤凰血玉呀！居然真找到了，江姑娘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还请沈夫人遵守承诺。江姑娘，你真是个奇人，当时是我态度不好，多有得罪，还望你不要介意啊。沈夫人言重了，之前我们说好的那2件事，江姑娘你放心，银票我早就准备好了。不过这凤凰血玉的品质比我预期的要好太多，我愿意出2万两银子买下它。小翠，拿2万两银票来。是夫人。来，给。多谢沈夫人。我应该多谢你才对，有了这凤凰血玉，我的气血肯定能越来越好，皮肤也能恢复年轻。江姑娘有这等本事，要是再寻得什么奇珍异宝，以后一定第一个找到我，
我给你出最高的价钱。沈夫人，您放心，若是有合适的宝物，我定会先告知沈夫人。那今天我们这礼物送到了，我和苏大夫就先告辞了。好，你慢走。夫人，老爷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给您说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我找到这凤凰血玉了，就是这位江晚清姑娘帮我找到的。血玉再好，也解不了我的燃眉之急呀。老爷，你这几日出去跑生意，可是有什么不顺心？何止是不顺心呐！我们沈家在京城生意上最大的主顾，要我去给他寻一方前朝邓尼古砚，那可是文房四宝中的极品。我已经放出消息，要出价5万两收购，可消息放出去2个月了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5万两，这么高的价钱都找不到，会不会是消息没有传开？这消息啊，早就传遍了京城及周边州县了。可这邓尼古砚太过稀有，若是3日内还找不到的话，我可就要失去这最大的生意主顾了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江姑娘，你能在3日之内找到这凤凰血玉，肯定也能找到邓尼古砚。求你帮帮我们沈家，5万两银子一分不少。若你能找到，我们定会重谢。5万两，若是有了这笔钱，就能在京城买一处宽敞的大宅子，让娘安心养身体了。有招财猫在，一定能找到的。沈夫人，沈老爷，你们放心，我可以帮你们寻找邓尼古砚。江姑娘，若是能真的找到的话，我沈万山定当重谢。江姑娘，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跟我们说，家丁马车也任你调遣。好，待我找到以后，我再来府上拜访您。今日就先告辞。这私塾在闹市区，招财猫，咱们抓紧找到邓尼古砚，赶快离开。难道邓尼古砚在这里？找到了！这邓尼古砚表面光滑如镜，砚池的边缘雕刻着精致的缠枝莲纹样，这底部还刻着前朝御书房的印记，这就是失传已久的邓尼古砚，没错了。主人，我又升级了，现在是4级状态。4级状态，是不是又解锁新能力了？是的，主人，我解锁了瞬移能力，以后遇到危险，我就能带着主人瞬间转移到安全的地方，而且以后能帮主人寻找价值30万两以内的宝物了。瞬移30万两，招财猫，有你就是我的福气。以后没有什么危险能够阻挡我们找宝物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抓紧走。小娘子，怀里抱的是什么好东西？快拿出来，我看看。这是我的东西，与你无关。你赶紧让开。你的东西，到了我嘴边的肥肉，哪有飞走的道理？快拿出来，让我拿去换酒喝。招财猫，快用瞬移，我们赶紧离开这儿。主人，闭上眼睛。人呢？怎么没人了？哇，这瞬移也太实用了吧！看来以后多远的宝物我都能够找到。现在这邓尼古砚找到了，等明天我就拿到神府换那5万两白银，到时候就能够在京城落脚了。江姑娘，你可算来了，找到邓尼古砚了吗？沈老爷，沈夫人，幸不辱命，我找到邓尼古砚了。老爷快看看，是你要找的那个吗？哎呀，是的，这确实是前朝御书房的邓尼古砚，质地细腻，雕工精湛，印记清晰，竟然保存得如此完好，实属罕见。
太好了！哎呀，有了这方古砚，就能保住我沈家最大的生意主顾了。哎，江姑娘，你就是我们沈家的恩人呐！小翠，去取5万两银票来。是，老爷。老爷。江姑娘，这是5万两银子，是之前许诺的报酬。还有这地契啊，这是我在京城东城区的一处闲置宅子，算是我沈万山的一点心意，还请沈姑娘不要嫌弃，这先将就住着。那就多谢沈夫人、沈老爷了。哎，沈姑娘若是方便，那沈某亲自带姑娘去这宅子里。那就有劳沈老爷了。一个宝物赚了5万两，还得了一处宅子。婉晴，这真的是我们的家。娘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地契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，你就好好的住在这儿。夫人今后好生休养，有江姑娘这么厉害的女儿，相信您的病很快就能完全痊愈。多谢沈老爷吉言。小桃，你先带娘进去休息。是，小姐。江姑娘，沈某有个不情之请。沈老爷请说。沈某不自量力，想和江姑娘长期合作。江姑娘的本事，沈某已经亲眼见过，但沈家在京城的生意稳固，或许可以帮江姑娘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不知江姑娘意下如何呀？如果能多找些宝物，招财猫就能尽快升级，还省去了找买家这一步，这生意划算。承蒙沈老爷不嫌弃，我自然是愿意的，只是不知道最近京城流行什么，我找宝物也要有个方向。现在京城的贵妇圈里最流行的就是和田玉，尤其是羊脂玉，质地细腻，色泽温润，拿在手里油脂感十足，不管是做摆件还是镯子都极为抢手。可惜呀，和田玉矿脉非常稀少，现在市面上的都是旧藏，品相好的更是少见。沈老爷，我可以试着去找找看。太好了，有江姑娘这句话，肯定就是没问题。只要是真的和田玉羊脂物件，品相完好，价格方面不用担心，一件完整的和田羊脂玉物件都不会低于1万两银子。如果我能找到，到时候我拿去府上找沈老爷。好，静候佳音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就不叨扰江姑娘了啊！招财猫，咱们以后在京城终于有落脚的地方了。娘现在的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，以后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你能不能直接瞬移到有和田羊脂玉的地方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不能在家里，等下咱们出去再瞬移。小桃，小姐，夫人吃过药已经睡下了。好，那你在家好生照顾我娘，我有事出去一趟。小姐放心。招财猫，咱们走吧。哇，这就是矿脉啊！但是这么多石头，怎么找和田羊脂玉啊？也对，有招财猫在，怕什么？啊，原来这4级宝物的光芒居然是紫色的。招财猫，交给你啦！哇，这居然是和田羊脂玉镯，肯定值不少钱。看来你很快又要升级啦！不行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赶快回去。干什么的？完了，是盗匪！
赵才茂，尽量小心行事，不要跟他们正面冲突。站住！哪里来的黄毛丫头，竟敢偷我们的宝玉？识相的话，把玉镯交出来，饶你不死！又没说这矿脉是你们的地方，那凭什么说这里的东西就是你们的？这座山都是我的，里面的东西自然也是我们的。兄弟，上！把玉镯给我抢过来！哎，赵才茂，快走！人呢？人怎么突然不见了？鬼啊！安全回来了。看来以后你解锁的技能我也能用了，太好了！一会儿我就去找沈老爷，把这对玉镯给卖了。沈老爷，沈夫人，我找到了一对和田羊脂玉镯，抓紧拿来给你们看看。嘿，江姑娘，这才不到1天的时间，你也太神了呀！沈老爷，您还是先看看我这玉镯值不值钱。质地纯净，油脂感十足，色泽均匀，没有一丝裂纹和杂质，这可是顶级的和田羊脂玉手镯。这样一对完整的羊脂玉镯实属罕见呐！我就说这江姑娘她不是普通人，她就是我们沈家的贵人。沈老爷，这对玉镯很值钱吗？这样的羊脂玉镯在京城绝对能卖出天价。哇！江姑娘，这对和田玉镯我出8万两银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一对玉镯竟然值8万两，比之前宝物的银子加起来都多。既然是沈老爷说的，我自然是相信你，那我这个就卖给您了。哎，好，小翠啊，去取8万两的银票来。老爷。多谢沈老爷。江姑娘，令堂的病情如今怎么样了？上次我听苏大夫说有血玉髓和凝神玉髓调理，应该好的差不多了吧？托沈老爷的福，我娘的病情调理的差不多了。苏大夫昨日刚复诊过，说她的气血越来越足，再调理2个月就能彻底痊愈了。现在她已经能自己在院子里散步打理花草了。那就好，吴夫人有你这么孝顺的女儿，真是福气。如今令堂病情好转，你也能多花些心思在生意上了。我府上近日来了位客人，我想引荐给江姑娘认识。客人？小翠，去把摩罗请来。是，老爷。沈老爷，您叫我。江姑娘，这位是摩罗，是西域王室的御用商人。这次来京城呢，是给西域王室筹备和亲聘礼，急需一件稀世珍宝。我想着江姑娘你呀，一定有办法。这位是我沈府的贵人江婉清江姑娘。摩罗先生你好，不知道您找我是需要什么宝贝？江姑娘久仰大名，我这次来是想找一件七彩琉璃盏。西域公主和亲在即，王室要求聘礼中必须有这件宝物。它是前朝皇室贡品，盏身含有7种天然琉璃色，传说玉光会显像祥云纹路。赵才茂，能找到吗？主人，我能感觉到她的气息就在京城城郊。不知道江姑娘愿不愿意帮忙？只要能找到，我给12万两银子。摩罗先生，我可以帮你找到这个七彩琉璃盏。这琉璃盏关系到公主和亲大事，千万不能出差错，还望江姑娘理解。放心吧，3日之内我会带着七彩琉璃盏来见你。多谢江姑娘。这七彩琉璃盏在这饭馆里，那就先进去看看。这饭馆虽然生意惨淡，但还开着门，怕是不好直接找宝物。姑娘，
想点什么？我们这儿只有粗茶淡饭，可没有什么山珍海味。掌柜的，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想问一下，您这饭店是否愿意转让啊？转让？姑娘，就我这破饭店，您不是开玩笑的吧？我这饭店会有人要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如果你有意愿卖掉的话，开个价。我看姑娘是真愿意要，给500两银子就行，我这就收拾东西走人。300两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签契约；如果不行的话，那我就再看看别家。姑娘，稍等，愿意，我愿意，300两就300两。姑娘稍等，我这就给你拿地契。稍等，小二，把地契拿过来。这是地契，姑娘，您呢？这是300两银票。够了，够了，姑娘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个饭馆就是您的了。小二，收拾东西，我们走。是。掌柜的，有了银子，还有这破烂行李干什么？我们赶紧走吧，别让这姑娘反悔了。对，说得对，我们这就走。姑娘，我们这就走，祝你生意兴隆。我们走了。慢走，不送了。喵，主人，宝物在那里。这七彩琉璃盏在那个青砖里。这七彩琉璃盏明明通体透明，却夹杂着红橙黄绿青蓝紫7种天然琉璃色，而且层次如此分明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这可是12万两银子。招财猫，有你在，真是万事顺利。咱们快离开这里，别被人发现了。江姑娘，七彩琉璃盏找到了吗？摩洛先生，您看下，这就是您要的七彩琉璃盏。7种天然琉璃色，玉光显祥云纹，品相完好，没有一丝裂纹和杂质，正是我找的前朝贡品。我就说江姑娘一定能找到。摩洛先生，这下你可以放心了。江姑娘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您不仅是沈老爷的贵人，也是我们西域的贵人。有了这七彩琉璃盏，公主和亲的聘礼也就齐全了。我也终于能向西域王室交差了。摩洛先生，您是沈老爷的朋友，也是我的朋友，您言重了。这是12万两银票，您收好。合作愉快。江姑娘，以后你若是需要香料、宝石、药材这些东西，一定要找我，我可以给你最优惠的价格。那就谢过摩洛先生了。沈老爷，和亲大事要紧，我得尽快带着琉璃盏回西域，免得夜长梦多。等公主和亲成功，我再来京城答谢江姑娘和沈老爷。好，那我就不多挽留了，路上一切小心。告辞。江姑娘，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，短短1日时间就找到了价值12万两的七彩琉璃盏，这份本事放眼整个京城也是无人能及啊！沈老爷，您言重了，我只不过就是运气好罢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江姑娘不如留着吃顿便饭。不了，沈夫人，我要回去看看我娘亲。也好，来日方长，来日方长。请。小姐，买这么多东西回来，这都是给娘和家里添置的，你快帮忙搬进去。好。你这孩子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？娘，你看，这是我给您选的玉镯和玉簪。苏大夫说了，玉能养人，您戴着对身体好，有助于您身体的恢复。还有这些丝绸，
我让小桃回头给您做几身新衣服穿。江姑娘，求你救救我！江姑娘，求你救救我，救救我们林家吧！这位公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快起来吧！江姑娘若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公子，你不跟我说什么事，我怎么知道能不能答应你啊？你既是摩罗的朋友，就先起来。你好好跟我说，我看能不能帮帮你。如果我能帮到你，我肯定会帮的。娘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我先回去了。公子，您找我是有何事？江姑娘，在下林彦辰，摩罗兄弟在离开京城前，特意向我提起了你，说江姑娘是位奇人，能寻得世间罕见的宝物。听说那失传已久的七彩琉璃盏，您都能找到。我也是走投无路，才冒昧来打扰江姑娘。那林公子找我，是遇到了什么事，让你如此着急？江姑娘，这是我们林家的祖传宝物高古玉璧。高古玉璧？是，江姑娘，这高古玉璧是上古时期的珍品，玉质温润细腻，上面雕刻着饕餮纹，是高古玉中的上品，同时也是我们林家世代相传的传家宝。那这玉璧是丢了吗？说来惭愧，我祖父在多年之前把这玉璧给弄丢了。当年祖父带着玉璧去江南办事，住在一处园子时，这夜里不慎遭了贼，这玉璧就不翼而飞了。竟然是被偷了！是啊，这些年我们林家四处寻找，耗费了无数人力财力，可就是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如今祖父年事已高，身体越来越差，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有生之年能找回玉璧。所以你找到了我？是啊，从摩罗兄弟那里得知江姑娘的本事，我就觉得这就是天意啊！江小姐，若是江姑娘能帮我找回玉璧，20万两银子绝无二话。若是不够，还可以再加。喵！看来招财猫能找到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与摩罗也算认识，既然这对玉璧对你们林家如此重要，只要您需要，我可以试着帮您找找看。多谢江小姐，多谢江小姐！只要您能帮我们找到这个传家宝，就算散尽家财，我也愿意。好，放心，我会尽快帮你找。好，对了，江小姐，这高古玉质地特殊，入手微凉，却能久卧不冰，这手感极为顺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3日之内我给你答复。再次多谢江姑娘。这院子看似像是没有人住过的呀，但又被人打理过。不行，我得抓紧找，避免被人发现。哇，这玉璧竟然藏在这么隐蔽的地方。手感顺滑，久卧不冰。没错，是林家的传家宝，没错了。喵！现在玉璧找到了，我得抓紧离开。招财猫，怎么办？今日园子打理的怎么样？我这几日要宴请宾客，可不能出纰漏。回老爷，都打理好了，花草都修剪过了，池塘也清理干净了。招财猫，你快点想想办法呀！我们要是被人发现，那就完了。奇怪，怎么感觉有一阵风啊？哇，这瞬移技能也太好用了吧！看来以后不管多远多危险的宝物都不在话下。今日有些晚了，明日我再去找林彦辰。是他，真的是他！
祖父，玉璧我找到了，咱们林家的传家宝找回来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人，快把玉璧给祖父。是公子。谢谢，务必小心谨慎，切不可磕碰。小的明白。快去吧。江姑娘，大恩不言谢。您不仅圆了我祖父的心愿，也救了我们林家，这份恩情，我林彦辰没齿难忘。这20万两银票，您务必要收下。多谢林公子。那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江姑娘，等等。林公子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管家，去把那些人都喊过来。准备的人手。林公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江姑娘帮我们林家这么多，我实在是无以为报。这些护院、家丁和侍女，都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，个个身手敏捷，干活利落。今后他们就跟着江姑娘，帮你打理家事，照顾令堂，也能保护你们的安全。那就多谢林公子了。江姑娘不必客气，我让管家带他们过去便可，江姑娘就不用费心了。林某想先行一步去看祖父，江姑娘请自便。好。招财猫，是不是再找到一件宝物，你就可以升级了？是的，主人。好，我们就去找沈老爷，看看最近流行什么物件。江姑娘来了，正好我府上刚到的雨前龙井，我给你沏一杯尝尝啊。走。江姑娘，今日怎有空来了？沈老爷，今日前来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最近京城的富家子弟都偏爱收藏什么物件？现在这些京城富家子弟对这些金银珠宝、翡翠玉石都觉得不新鲜了，他们现在就爱找些新鲜有趣，市面上少见的稀罕物，越是古怪没人见过的，他们就越是愿意花高价钱来收藏。对，前几日城西还有位公子花了300万两买了个前朝的铜制罗盘，就因为那罗盘上面刻着奇特的星象图案，就图个新奇。主人，我能找到。看来这次招财猫有十足的把握。沈老爷，若是我能找到样式奇特的物件，大概能值多少银子？那可就不好说了。若是真的稀有啊，10万两起步，那都是有可能的。我最近呢，正在帮几个富家子弟留意着呢，他们都放话了，只要东西够特别，价钱好商量。10万两起步，虽然赚了不少银子，但娘需要一直吃药，京城的花销也大了许多，必须尽快让招财猫升级，赚更多的钱。沈老爷，若是我能够找到奇特的物件，我拿回来给您长长眼，如何？太好了！江姑娘若是去找，肯定能找到值钱的东西。届时我一定帮你联系最好的买主，保证让你卖个好价钱。那就多谢沈老爷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好。招财猫，我们去找宝物给你升级。这是西部神山，这人迹罕至的宝物藏在这里，确实很难让人发现。这是祭坛，宝物藏在祭坛里面。算了，顾不上这么多了，找宝物要紧。这石槽里怎么还有暗格呀？
该怎么打开啊？打开了。纵目神鸟纹，好古老啊，真特别。富家子弟肯定喜欢这个。喵！主人，我升级了，现在是5级状态。5级状态？那你的功能是什么？我解锁了高级能力隐身，遇到危险，我能带着主人隐身，别人看不到我们。而且我现在能帮主人寻找价值100万两以内的宝物了。隐身100万两，招财猫，你越来越厉害了。走，咱们快回家，这里太危险了。招财猫，快隐身！老郑，这山里真有野山参吗？找了这么久，连个影子都没见着。不好说啊，最近赶山的人越来越多，好东西都被采光了。我记得前面有个祭台，我们去那边歇歇脚，喝口水再找。他们完全没有看到我，趁现在赶快走。刚才真是有惊无险。看来这隐身比瞬移还实用。招财猫，咱们走，拿着宝物去找沈老板。江姑娘，听说你寻得了一件稀世珍宝，这几位都是京城有名的收藏家，李公子、赵公子、王公子，他们都是专门来等你的。这位就是沈老爷说的奇人江姑娘吧？哎呦，果真年轻有为。只是不知江姑娘这次又找到什么宝贝啊？沈老爷，各位公子，请看。哎呦，纵目人像，神鸟纹，古朴大气，质地坚硬，造型独特，从未见过这样的样式，像是前朝的祭祀遗物，绝对是稀世珍宝。这物件属实新鲜，神鸟纹雕刻的栩栩如生，寓意吉祥，我喜欢。江姑娘，开个价吧。既然各位公子都喜欢，那就别为难江姑娘，各位进价，价高者得。我出15万两，这么珍惜的物件，绝对值这个价。20万两，我势在必得。25万两，谁也别跟我抢。果然，姜还是老的辣，用竞价的方式赚的钱至少能翻1倍。28万两。30万两，江姑娘，这物件归我了。李公子出价30万两，还有哪位公子要加价吗？30万两，这物件虽然稀有，但是30万两已经是天价了。成交，李公子，30万两，这前朝的遗物就归你了。太好了，江姑娘，今天太晚了，明天一早我就派人把银子送到您府上。您放心，30万两银子，一分不会少。李公子，您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我自然是会相信你的。今日收获颇丰，明天一早我就把银子送过来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那我们也告辞了。沈老爷，感谢您的引荐，要不然也卖不了这么好的价钱。这是江姑娘凭自己的本事赚下的银子，我不过就是个牵线的，不费什么功夫。沈老爷，您的恩情我记下了，告辞。好。明远，
不得无礼。实在抱歉，请姑娘莫怪。江姑娘，这是我外甥周明远，现任礼部侍郎。他刚才对你若有冲撞，你可千万别在意啊！不碍事。舅舅舅母，外甥今日前来是有要事相求。这么着急，有什么事儿？下个月，朝廷要举办皇家典礼，祭祀先祖。礼器上需要镶嵌3颗匠人类大珍珠。据说这珍珠通体莹白，夜间能放微光，可极其难寻。我派人找了半个月，都毫无头绪。若再找不到，我这乌纱帽怕是不保。鲛人类大珍珠，传闻只产在深海礁石桥洞中，寻常渔民根本采不到。我知道这东西难寻，但事关皇家祭祀，若是出了差错，我担待不起啊！舅舅，你人脉广，帮帮我。若是能找到3颗，50万两银子，我立刻奉上。喵，主人，我能找到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明远，你别急，我给你介绍一位奇人，江晚清，江姑娘。之前高古玉璧、七彩琉璃盏都是她找到的，什么奇珍异宝都难不倒她。这位姑娘看着这般年轻，真能找到鲛人类大珍珠？周侍郎，民女江晚清，鲛人类大珍珠虽然稀有，但是民女愿意一试。明远呐，你放心，江姑娘的本事我亲眼所见，她从不出妄言。你若信得过我的话，就一定信得过她。好，江姑娘，若是10日之内能找到3颗鲛人类大珍珠，50万两银子分文不少。另外，我还会奏请朝廷为你记上一功。周侍郎放心，用不了10日，我定会奉上鲛人类大珍珠。招财猫，这珍珠在什么地方呀？喵，主人，宝物在那里。这5级的宝物是橙色光芒，一定是鲛人类大珍珠。真的是鲛人类大珍珠，还正好3颗。喵。招财猫，这一次咱们找得很顺利，抓紧回州府，好回去交差。民女江晚清前来拜见周侍郎，劳烦通报一声，我来赴约送鲛人类大珍珠。好的。不过是个毛丫头，竟敢自称能找到鲛人类大珍珠，你是不是想蒙骗我家老爷？民女既然敢来，自然是带了珍珠来的，还请您通报一下周侍郎，让他亲自来查验。我家老爷势力万机，哪有功夫见你这种来路不明的丫头？我看你就是想趁机攀附权贵。赶快走，再不走我就让家丁把你轰出去。走！我既然来了，麻烦您通报一下周侍郎，若是耽误了皇家祭祀的大事，这个责任你担不起吧？你敢威胁我？来人，给我轰出去！放肆！老爷，您回来了。这丫头自称带了鲛人类大珍珠来，我怕是骗子，我现在正想赶人。江姑娘是我亲自约来的贵客，你竟敢如此无礼！来人，拖下去打50大板。是少爷。江姑娘，里边请。是我管教下人无方，让姑娘受委屈了。不碍事，我这次给您带来鲛人类大珍珠了。好，快请进。周侍郎，请看，这就是我要找的鲛人类大珍珠。江姑娘，舅舅说的没错，你果然厉害。这下礼器就能按时镶嵌，
皇家祭祀也可以顺利举行了。江姑娘，你可以说是我周明远的救命恩人。能帮到周侍郎就好。这是52万两银票。周侍郎，之前您跟我说的是50万两。江姑娘，你不仅按时送来了珍珠，而且还受了委屈，这多出了2万两，给姑娘的赔礼罪和谢礼，请江姑娘千万要收下。那就多谢周侍郎了。江姑娘大才，若是姑娘以后在京城遇到任何问题，都可以尽管开口。没关系，那迷你告辞了。衙役大哥，这是悬赏什么宝贝的呀？朝廷丢失青铜瑞兽尊，若是找到并送回，悬赏10万两黄金。10万两黄金？这瑞兽尊到底是什么宝贝？这青铜瑞兽尊是前朝皇室祭祀专用，乃是国宝级重器。前段时间国库转运，修缮时失窃，陛下震怒，下令全城悬赏。若是能找到，就能赚10万两黄金。10万两虽多，但这宝贝肯定早被藏起来了，哪有那么容易找呀？别人找不到，不代表我找不到，我可是有招财猫在。这10万两黄金就是囊中之物。衙役大哥，我想问问，如果我要是能够找到这个青铜瑞兽尊的话，需要找谁交接？可直接去顺天府衙找张公公，他是管理此事的总管。可姑娘，这不是寻常物件，要小心谨慎，不要被歹人盯上了。多谢关心。招财猫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我们直接瞬移到青铜瑞兽尊的位置。走吧。这青铜瑞兽尊竟然在这么明显的地方，这简直和悬赏令上的青铜瑞兽尊一模一样。招财猫，幸好有你在，要不然这天下的宝物就像取之不尽一样，向我走过来。走吧，咱们回去拿黄金。不好，有陷阱！招财猫，先隐身，然后再瞬移回去。大哥，是不是野猪碰到了我们的陷阱？又碰到野猪，又碰到野猪，这劫匪当的也太窝囊了！招财猫，咱们走。还好有瞬移，不然今天我就麻烦了。招财猫，你可真是我的护身符。等明天就去找张公公。这位姑娘，您是何人？来我府衙有何事？民女江婉清，今日前来是为了上交前朝祭祀重器青铜瑞兽尊一枚，
兑现悬赏启事上的承诺。哦，姑娘，真的找到了青铜瑞兽尊。哎呦，我得好好瞧瞧。姑娘年纪轻轻就能找到如此贵重的国宝，可别是弄错呀。真是青铜瑞兽尊，这可是陛下点名要找的国宝啊！姑娘，你立下大功了。没错，正是国库失窃的那尊。姑娘真是奇人呐！快，10万两黄金拿过来。姑娘，这是10万两黄金，您收下。稍后我命人亲自给你送到府上。陛下说了，找到国宝者重重有赏，咱家这就禀报朝廷，为姑娘庆功。那就多谢公公了。那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江姑娘，留步，咱家还有一事想麻烦你。张公公，你有何事？江姑娘，咱家今日冒昧相求，实在是事出有因。咱家现在正在为太后娘娘筹备东安礼，可太后娘娘头疼症又发作了，整夜睡不着觉，太医院的太医都束手无策呀。可是我也不会有医术呀。不，姑娘，您误会了。咱家偶然得知千年沉香木雕像具有安神止痛之神效，传闻前朝有位能工巧匠，曾用千年沉香木雕刻过一尊观音，后来失传了。千年沉木香雕像，招财猫，你能找到吗？主人，可以的。果然没有招财猫找不到的宝物。江姑娘，这就是那尊千年沉香木雕像的图样。太后娘娘对咱家有救命之恩，咱家愿意拿出所有的家当，20万两黄金，求姑娘帮忙找到我们这尊雕像。张公公放心，民女愿意一试。多谢江姑娘。若是能找到雕像，治好太后娘娘的头疼症，咱家定当重谢。日后姑娘在京城有任何需求，咱家绝不推辞。好，张公公，那我这就去寻找。这古寺果然荒废多年了。找到了！这雕像雕刻的精致完美，而且它的味道如此的清香，肯定是千年沉香所致。嘿，先拿给张公公。西山古寺荒废多年，听说常有劫匪出没，一会儿搜查仔细点，绝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的事。是啊，最近国库失窃案刚破，咱们可得小心谨慎，别再出什么差错。不好，是衙役。如果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报的是国货的话，肯定会认为我是盗贼的。不行，先躲起来。
没发现我，抓紧回家。哎呦，还好有隐身技能，要不然我可解释不清了。等明天，我就可以安心的去找张公公了。哎呦！江姑娘，您来了，可找到千年沉香木了？张公公，这应该就是你要找的千年沉香木雕像。哦，哎呦，这香味儿，这做工，是了，这正是千年沉香木雕像啊！江姑娘，你帮了一个大忙了，你可是咱家的贵人呐！太后娘娘用了定会好转。管家，快把20万两黄金拿来，再去把我珍藏已久的千年人参拿来。杨姑娘，这是20万两黄金，待会儿咱家派人送到姑娘府上，您看要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那就劳烦张公公了。这是我珍藏已久的千年人参，这次姑娘帮了我大忙了。这人参呢，是我偶然所得，据说这人参能固本培元，延年益寿，赠给姑娘，让您的母亲好好的补身体。张公公，吃人参太贵重了，民女受之有愧。哎，江姑娘，你听我说，这次啊，您是帮了我一个大忙。咱家这几日为太后娘娘的头疼症四处求人，没有任何结果。这次姑娘帮了我大忙，这千年人参呢，是姑娘应该所拿。张公公一片忠心，太后娘娘定能感受得到。这千年沉香，太后娘娘用了之后，肯定会病情大转的。所以这千年人参，姑娘不必客气，你帮咱家解决了这么大的难题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太后娘娘的头疼症若能治好，咱家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呢。那就多谢张公公了。哎，姑娘，咱家还有一事。张公公，靖王殿下到。拜见靖王殿下。快免礼。拜见靖王殿下。快免礼。江姑娘果然在此。靖王殿下可是来找江姑娘的？本王到江姑娘府上巡了一圈，未曾见到江姑娘。听人说江姑娘在张公公府上，为张公公寻来了一只千年沉香木雕像，特意过来一趟。靖王殿下，不知您找民女是有何事？再过3日便是太后娘娘的寿辰，本王特意来邀请江姑娘前去参加寿宴，借此机会将你引荐给太后娘娘，到时候对江姑娘在京城扎根大有裨益呀。靖王殿下说的极是，老奴刚刚说的是同一件事情。江姑娘为太后寻得的千年的沉香木雕像，太后定会重重赏赐，姑娘之后在京城定会顺风顺水。虽然现在赚了不少银子，但我和母亲在京城无依无靠，若是真能得到皇室的赏识，确实大有裨益。好，那就多谢靖王殿下引荐。3日后我就去赴宴，到时候我去给太后娘娘寿宴。好，
届时本王派人邀请你入宫。那没有什么事，民女就先告辞了。参加太后寿辰，得准备送礼。可是我有银子，若是用银子能买到的寿礼，太后肯定入不了眼。我得找一个她没有见过的宝物。招财猫，你能帮我寻得一个太后从来没有见过的宝物吗？要，主人，跟我来吧。太好了，若能找到，肯定她会喜欢。哎，等等我！这看上去像是荒废多年的王府啊，这能有什么宝物啊？喵喵喵！是5级宝物散发出的橙色光芒，难道有宝物？哇，果然有宝物啊！这佛手通体翠绿，掌心还刻着复杂的纹路，这边缘还镶嵌着红宝石，一看就是稀世珍品，太后娘娘肯定会喜欢的。走吧，咱们回宫准备寿宴。民女江婉清参见太后娘娘。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参见陛下！参见陛下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。谢太后。你就是江婉清。你为哀家寻得的千年禅木香雕像，解了哀家的头疼之苦。能为太后娘娘分忧，是民女的福气。太后娘娘，今日是您的寿辰，民女特带来一份薄礼，祝愿太后福寿安康，松鹤延年。哎呀，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哀家竟从未见过。这是一个千年翡翠雕刻的佛手，寓意福寿双全。好一个翡翠佛手，做工精湛，寓意也好。哀家见的金银珠宝太多了，这般别致的翡翠佛手还是第一次见。母后，想必是江姑娘为了您的寿宴，特意花费了不少功夫呀。确实有心，这礼物送的恰到好处，既雅致又吉祥。哎呀，何止孝顺，还这般有心思，哀家甚是喜欢。来人，赏黄金50万两，绸缎百匹，珠宝1箱。太后有旨，赏江婉晴黄金50万两，绸缎百匹，珠宝1箱。谢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。以后在京城有太后娘娘撑腰，就没人敢欺负我跟娘了。皇帝，今日是哀家的寿辰，
为何愁眉不展？母后，儿臣并非有意扫您的兴。近日，邻国派使者前来商议建交之事。按规矩，我朝需回赠一件贵重国礼，彰显大国风范。皇帝说的极是。母后有所不知啊，国库里的珍宝，不是太过寻常，就是寓意不符。儿臣实在为难。我朝如此多能臣，竟无一人能替皇帝解忧。陛下，臣弟想举荐江姑娘。江姑娘既能寻得千年沉香木雕像和翡翠佛手，想必也能寻得合适的国礼。有招财猫在，找到宝物肯定没问题。江姑娘，可愿意担任如此重任？回陛下，民女愿意一试，定能找到让陛下满意的国礼。若是江姑娘能找到合适的国礼，你便是我朝的功臣，朕重重有赏。谢陛下赏赐，陛下3日内，臣女定能给您答复。哀家相信江姑娘的本事，皇帝你就放心吧，江姑娘定能办好此事。好，朕等你的好消息。陛下，臣女定不负所托。等寿宴结束，就带着招财猫去找合适的礼物。没想到这深山老林里面，居然还有这么神秘的地方。这石头散发出橙色光芒，是宝物啊！这国器我好像在古籍上看到过，这好像是传说中的石花天珠啊！要是把这个交给陛下的话，那再合理不过了。看来招财猫，你很快又要升级了，咱们抓紧回京城，把这宝物呈给陛下。都快1个月没开张了，打起精神来。是，大哥。招财猫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如果要是和马匪纠缠的话是小，耽误了国礼事可大了。快隐身！江姑娘，你可是寻到了合适的国礼？陛下请看，民女找到了石花天珠。是上古石花天珠，传闻此天珠寓意吉祥如意，确实适合做国礼。此天珠质地温润，纹路精美，是罕见的稀世珍品，邻国一定会感受到我朝的实力和诚意。好，太好了！有了这份国礼，建交之事定能顺利进行。江姑娘，你可是我朝的大功臣呐！陛下，能为陛下分忧，乃是民女的荣幸。你为我朝解决了大难题，朕重重有赏，赐黄金100万两，京城城东区、城西区宅邸各1处。谢皇上隆恩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小翠啊，你先把花给我拿过来，快去。你去拿那个。娘，你这身子刚好，你别太劳累了。这花园呀，让小桃他们打理就好。我都已经好了，我就想自己呀种点花草，我心里高兴。自从有了招财猫，不仅将娘的病治好了，连娘的花园也变得更加美丽了。
还赚了几百万两的黄金，又在京城有了3处宅子，算得上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富户了。喵喵喵喵！这招财猫是怎么了？娘，我出去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慢点，早点回来啊。嗯。这屋子里难道有宝物？喵喵！难道这里面有密室？竟然真的有暗示！招财猫，这是什么宝物啊？竟然散发出这么浓厚的橙色光芒，咱们去看看。这是藏宝库吗？哇！主人，这些宝物的财气异常浓郁，我升级到中级阶段了。中级阶段？那是什么阶段？是的，主人，我解锁的终极技能吸金能力，从今往后，世间金条都会被我自动吸引而来，为主人源源不断吸收财富。吸金条？怎么吸啊？哇！招财猫，这就是吸金能力，这太神奇了吧！就算以后我再也不选宝物了，那我也发财了，那我不就是富可敌国了吗？